Aspetta, zio istiria da isla. Olisте. Posso cani? Dorian σήμερα. Dorian. Μάλιστα. Μόνο για μένα ή. Έτσι. Ευχαριστώ πολύ。我说2张票，他说给你吧。我说多少钱？他说不要钱。我只对我不要钱吗？我说啊，他说笑。他本来还挺严肃的，我这么一问他，忽然就忍不住了。好了，我们这就进入了著名的哈德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罗马时期的雅典，可是不得了。据说这个图书馆里藏的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一些，都是一些紫砂草。它应该也是在267年的那个赫鲁尼人到这儿来之后，就把它摧毁了，就再也没有重建过。拜占庭时期就在它的正中间的地方建起了教堂。最初还是图书馆的时候，中间这个地方据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长方形的水池里面可能有喷泉在喷着，周围呢一圈都是柱廊，很宽敞的、透亮的比如说，那后面那一排就是图书馆就上面就是放书的书架，你拿完书了你可能就在周围在柱廊里面，一边看着书，一边听着水声，看着这中间的这个水池里的喷泉，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莲花之类的想象一下，那是这个图书馆的环境当时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你抬头就能看到雅典卫城那后来呢，在这个赫鲁尼人于267年到这之后呢，就把这个图书馆给毁了、烧了里面的一些文献呢，估计也就是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到了6世纪、7世纪的时候，应该是6世纪的时候，就这个地方，这个水池的这个正中间的这个地方就做成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今天能看到一点痕迹，你看这四面都是有这个一边一个半圆形的，这是最早期的教堂，6世纪的教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毁了，到了7世纪的时候又在原地进了一个长方形的单通道的教堂。再后来最后的一个教堂呢，是在11世纪吧，应该是就把整个教堂的位置修成了一个3通道的我们看到这通道3通道的这个大教堂，11世纪了。在这个地方呢，从那个圆门里面，你看你要从这儿看出去，从这个拱门看出去，看到对面的柱廊，再看到上面的雅典卫城的这一个埃里克尼翁神庙，看到吗？那一圈整个一圈的，这都是柱廊，大理石的柱廊里面呢可能有一些长条的凳子或者什么书桌之类的想象的话中间的水池、莲花、喷泉，这图书馆这个建筑应该是3层的建筑里面藏的都是些非常古老的一些文献，据说是紫砂草的。那这些东西借出来，在这儿坐着看看，抬头看着雅典卫城，想想思考一下人生感受一下古代雅典人的这个哲学他们的智慧，再低头翻翻这些古籍，哎呀，你想想真是太美了。可能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他才把它给留出来了对，每一个神龛里面好像都有一个什么老东西。雕塑对，肯定是这里面肯定立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库鲁果斯一个亚历山大所有这些人的这雕像这一排，这些智者能人在这一排，让在这儿看书的人觉得，哎呀，这得到了这个灵光闪现的你看着这些古人思考着他们的智慧，
眼睛里看出去呢，看到的是他们的智慧形成的结晶——雅典卫城。哎，太美了，走吧，对吧？你看它的墙就这样嘛，它这个说的这个长廊是带柱子的，你看横梁的，你看一个一个方形的木头或者大理石插过来，再搁在这一边，所以它是带顶的啊，大理石的。不只是看书，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相应的教育之类的活动，对吧？你看这脚上，这应该是左右两边的脚上都是阶梯教室，就是一层一层的教室，然后下面有讲台什么的，然后也许有人来给你讲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啊？那个他对这个我们今天的罗马文化有什么影响啊？在当时的这些罗马时期的人，可能就在这儿。如果说你看到一些古典文，一些紫砂草的一些文献啊，一些什么比较著名的这些文章，不懂了，可能有这些类似于专家教授的啊，开一个讲座啊，今天给你们讲讲柏拉图啊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啊，或者说什么，应该是这两个阶梯教室嘛。你看这是在路上跟人辩论，把人气疯了。对，苏格拉底是吧？证明这个图书馆呢，它不只是说真正的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图书馆，你进去借书看书啊，它还有相对应的，它比我们现在更先进，它还有不同的讲座呀这个课程啊之类培训啊之类的。你看这个长廊后面凹进去的那一块，可能又是一个什么功能性的地方啊？这儿没看到公共厕所哈。隔壁是。啊，隔壁那边应该不会吧？哎呦，这墙可高啊！你看哈，这得有8米高，哎，不得了啊！你再看看这个柱子，你看这柱子上雕刻的，这还是怎么雕刻打磨出来的？真是，你看这个是镂空的，你看，那这一片叶子过来，中间是空穿的，真是感慨万千呐！要是我那个时候在这儿坐着看了一下书，今天就不是我了。那你就应该埋在隔壁。对。那咱们今天就应该去凯尔米库参观您的墓地。这也谈得上是一个巨石建筑了呢。罗马时期他们怎么搞这么大的石头啊？这有点像麦西里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些石头，感觉这是风化程度和它的这个大小形状，感觉这是更早期的。也许是从哪儿搬过来的吧。也可以想象哈，这个图书馆呢，当时是有多么的豪华啊！到这儿来的本来就不应该是普通老百姓，对吧？那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都不认字的，看什么书啊？肯定都是一些名人志啊什么，他们才到这儿来。所以这地方，这是也属于是一个贵族活动中心。你能够读书写字的，你就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了，对吧？它不是普通的这种大理石，你看它是带绿色的。这石头有时候里面那破的到里面都是绿色的，可以想象当时它那个新的时候可能就是整个通体碧绿的。它这个柱子呢又是一个罗马柱，它这是柯林斯式的吧？你看它最顶上。跟那个横梁交接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埃奥尼亚式的。雅典下面不是有3条河吗？今天它都是在流通的，只是它在地下。这是护城河，这条河流到凯尔米库斯，
克拉米库斯周围为什么是这个制陶的地方呢？因为这个河岸边两边的那个土适合制陶，所以就在那儿有了克拉米库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雅典市中心的3大广场之一的 Monastiraki 广场，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哈，因为它就在雅典卫城下面。Monastiraki 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汉语就是小修道院。这个小修道院呢，就曾经就是这座教堂，它的名字应该是叫圣母玛利亚。这个教堂呢，就是圣卢卡斯出家的那个教堂啊。在这里呢，除了圣卢卡斯，还有一个希腊近代的更著名的圣人埃伊纳岛上 Nectarius 也曾经在这一个教堂里面举行仪式。Questo? Questo? Come fare? Guardi. Fa un aereo, un momento.